在2023年，天文学界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用它超强的观测本领，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有6个遥远又庞大的星系正在宇宙深处静静地出现。其中有一个星系，传说能拥有大约1000亿颗恒星，这跟我们银河系的规模差不多，可它的膨胀速度却比银河系要快将近20倍。过不了多久，它就会长到相当于好几十个银河系的大小。想想看，这么辽阔的星系，简直让我们地球显得微乎其微。而在无垠的宇宙里，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其实只是一点点皮毛而已。人们常说星辰大海无边无际，这种感觉在面对这些巨大星系时尤其强烈。我们甚至会好奇，还有多少神秘之地还隐藏在视线之外。当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持续搜寻，我们便不断拓展对于宇宙的想象极限。每一次发现都提醒我们，地球不过是苍茫中渺小的一粒尘埃。当今的天文学家已经能拍下远方行星的影像，那些星球或许还容得下好几颗像木星那样的气态巨人。另外，他们还发现了比太阳大上无数倍的恒星，每一项新发现都让人惊叹不已。在这段视频里，我们要去揭开宇宙中最宏伟、最令人震撼的种种天体。从地球上看，夜空就像一幅平面的画，可连孩子们都知道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人类花了数千年才摸索出测量星体距离的方法，并且绘出了3维版的宇宙地图。这些星系分布与排列慢慢浮现在科学家的图表上。现如今，研究太阳系里天体的大小和质量已经变得相当轻松。过去半个世纪间，我们发射了许多探测器飞向深空。当探测器从不同行星边上掠过，科学家就能根据它们速度的微妙变化推算出那些行星的质量。这些进展让我们认识到宇宙的深邃远远超越人类的想象。每一次新的观测都像一次打开未知之门的时刻。我们的3维宇宙蓝图也正随之变得越来越完整。在研究木星时，科学家常会用 NASA 等各机构的观测数据来准确估算它的大小和质量。例如，木星的直径大约是142000多公里，也就是地球直径的10好几倍。若把木星想成一个篮球，那地球顶多就像一颗小葡萄，它的重量几乎比太阳系里其他所有行星的总和还要大上2倍。也正因为这样惊人的质量，木星的引力异常强劲。有不少科学家相信，木星强大的引力场对于当年整个太阳系的形成过程起了很大的帮助。如果哪天木星的体积变小，太阳系里的其他行星也许就会因引力失衡而互相碰撞。很多天文学家甚至把温度极高的某些气态行星称作热木星，可见木星在这方面的典型地位。这个庞然大物不只是太阳系里的超级行星，更是守护家园的隐形卫士。对于我们来说，理解木星的存在不仅是好奇，更能让我们明白行星之间的引力互动多么重要。说到热木星，就不能不提到 WASP-12b。 这颗星球虽然也是气体行星，可体积几乎能达到木星的2倍。哈勃望远镜曾经观测到，它反射的光只有不到 6%， 看上去黑得像刚铺好的柏油。更吓人的是， WASP-12b 绕它母星公转的周期差不多只要1天多一点。那是因为它跟母星贴得非常近，强大的潮汐力让它的形状有点被拉扁。虽然还没彻底变成椭圆，不过它恐怕也撑不了多久，最后也许会被它的母星完全吞没。纵使如此，这颗漆黑的行星还算不上宇宙里的最大号。目前人类已知最巨大的行星叫做 HD 1000546b， 直径差不多是木星的7倍之多。其实，宇宙里形形色色的热木星数不胜数，但 WASP-12b 的特征实在特别突出。它那超高温度与极短公转周期都令科学家对其未来命运相当感兴趣。有朝一日，当它被母星吸收，也将成为研究恒星与行星交互作用的经典案例。有些人觉得 HD 1000546b 根本就不该算行星，因为
它更像一颗棕矮星。棕矮星介于行星和恒星之间，质量大约在木星的10几倍到几十倍不等。即便如此， HD 100546b 还没达到点燃核聚变的最低门槛，无法真正变成恒星，所以多数科学家会把它视作超巨型行星，而不是把它归进恒星家族。它就像横跨边界的怪物，为我们展示行星到恒星之间的灰色地带。观察这类天体，能帮助我们拓宽对行星演化的理解，也让我们明白宇宙中的分类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总有许多特殊的中间状态，等待我们去挖掘更多秘密。谈到巨大的天体，很多人会想到它们那惊人的尺寸，可也有些庞然大物之所以出名，主要因为它们可能带来的威胁。在太阳系里，当然最大的不是什么木星，而是那颗恒星太阳。太阳的直径比木星还要大上10倍，也比地球大上100多倍。随着时间推移，太阳还在持续膨胀，将来它步入生命末期时，会变成红巨星。那时它的外层大气可能会把火星轨道以内的行星全都吞掉，包括我们地球。想想就觉得可怕，但这也是恒星演化的必经之路。地球对于我们来说如此宝贵，可从太阳的角度看，也不过是盘子里的一小块饼干。红巨星阶段的太阳会向外鼓胀，最终让昔日的家园被炙热的气体淹没。这一步也许要再过几十亿年，但在宏观天文的时间尺度里，根本就是弹指之间。不过，太阳只不过是茫茫星海里的一颗普通恒星，有些巨星比太阳更庞大，也更具有威慑力。就像大犬座 VY， 它是一颗红超巨星，质量大概比太阳还要多上1000多倍，亮度也远远超过太阳几十万倍。更惊人的是，它离我们并不算特别遥远，因为它就躺在银河系里。若是大犬座 VY 取代了太阳的位置，它那无比庞大的体积甚至会延伸到木星轨道之外。当它最终爆炸时，剩余的核心会坍缩，变成一个极度巨大的黑洞。而与它类似的还有史蒂文森2到18，这颗红超巨星更夸张，体积可能是太阳的2000多倍，能装进100多亿个太阳。它的亮度也比太阳强上40多万倍。倘若它被移到太阳所在的位置，地球上的海洋和生物顷刻间就会被毁灭。即使它离我们大约有2万光年远，但它的超强爆炸与辐射依然可能摧毁地球大气层，尤其是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臭氧层。人类或许还能苟延残喘，可大多数人恐怕都会被辐射疾病困扰。庆幸的是，史蒂文森2到18最后并不会坍缩成黑洞，否则那个黑洞的规模绝对前无古人。想想那种恐怖场面，真是让人背后发凉。宇宙中已有许多巨大黑洞在吞噬行星与恒星，而我们在银河系中却还能短暂安宁。这或许是我们宇宙命运里极其珍贵的恩赐。虽然我们有机会在一些极端天文事件里存活下来，可多半人都难逃辐射造成的可怕病变。还好，史蒂文森2到18不像大犬座 VY 那样，最终结局会生成黑洞。要是真形成了，那绝对是一尊前所未见的怪物黑洞，可以在宇宙中肆意吞噬。然而，现实里各种超大黑洞并不少见。科学家已经发现很多巨大的无法想象的粒子，其中最有名的就叫 Phoenix A， 它的质量差不多相当于太阳的1000多亿倍。听到这个数字，就能想象它是多么可怕的庞然之物。倘若人类有能力飞到它周围转悠，那绝对是惊心动魄的旅程。这个令人敬畏的天体也提醒我们，宇宙深处往往潜伏着真正超乎想象的力量。也许我们该庆幸它离地球很远，让我们不用天天担惊受怕。如果你能以光速绕着 Phoenix A 的外围飞上一圈，大概要花70多天才能跑完。换个角度说，花同样的时间在地球赤道跑圈，恐怕要转个好几亿圈。
越是庞大的黑洞，周围的引力场就越恐怖，能对附近的星体造成更大的威胁。不过科学家说了，我们不必过于担心 Phoenix A， 毕竟它距离地球非常遥远。但说实话，这种放心也只能建立在目前的观测结果上，我们只能希望他们的判断不会出差错。想象一下，那儿可能有无数星体已经被卷进它的引力泥沼，永远无法逃脱。这是黑洞无情的自然本质，也是一种让人恐惧的宏大景象。距离产生安全感，不过距离也隐藏了对宇宙未知的敬畏。不过说到宇宙里那些令人惊艳又带点危险的东西，星云也曾被科学家认为无害。星云是由大范围的气体与尘埃组成的巨大云团，散落在星际之间。当我们在网络上搜太空时，那些斑斓绚丽的图大多都是星云的照片，但许多人不知道，它们可以大到惊人。就像蜘蛛星云，直径可能有1800多光年。你要是真正理解1光年等于9点多乘以10的15次方公里这样的概念，就会明白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可蜘蛛星云还算不上最夸张，有个更惊人的星云叫做 NGC 262 Halo Cloud， 据说里头有数以万亿计的恒星，它的跨度超过了100万光年，比蜘蛛星云的面积还要大上500多倍。起初科学家以为星云就是个美丽的星际景观，可后来发现，越是活动激烈的区域，越可能产生强烈辐射。临近的行星或恒星皮肤可能就被这些辐射擦伤，甚至直接烤焦。我们并不清楚有多少天体曾被 NGC 262吞噬或侵蚀。或许那里曾经存在能让生命生存的世界，也可能早已因辐射而凋零。这让我们意识到，再壮美的宇宙景观也有它可怕的一面。NGC 262 Halo Cloud 直径超过100万光年，可说是星云界里的巨无霸。它比蜘蛛星云大了好几百倍。天文学家一开始只把星云当作星际尘埃的奇观，可没想到它们同样可以暗藏危险。如果某颗行星或恒星靠近，处于活跃喷发的热点，像年轻恒星或超新星爆发区，就会吸收过量辐射，导致表面严重受损，甚至毁灭。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片庞大的星云里到底牺牲了多少无辜的天体。也许曾经有星球孕育过生机，后来却因强辐射而变成了荒芜死域。有时看着那些绚丽的星云照片，不由得想到，它们就像天宇中的彩色魔术，却也能成为可怕的噩梦。在这层层迷雾的背后，或许还隐藏着更多尚未发现的神秘面貌。对我们来说，这既浪漫又暗藏危机。星云的故事还远未说完。虽然我们有哈勃、詹姆斯、韦伯等威力十足的天文望远镜，但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在其他行星上出现生命。可宇宙之大，真是不可想象。科学家估计，宇宙中可能有数百亿乃至上百亿个星系。光是我们银河系就有数百亿到数万亿颗行星潜藏其中。我们的银河系虽然只有大约10万光年的直径，相较一些更大的结构似乎小了一圈，可在星系里，银河系仍算规模可观。每年在银河系里新生的恒星大概能有1颗，要等整个银河系都被塞满星星，恐怕要花200亿年。这比宇宙现在的年龄还多出几十亿年。这无形中也提醒我们，银河系有着极其悠久的过去与无限的潜能。回头想想，我们的地球只是其中一个小小舞台，周遭还散落了数不清的星球。如果我们能够挖掘更多银河系的奥秘，说不定就能找到另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第二家园。对许多人而言，仰望星空就是寻找无尽的可能性。不过，银河系在浩瀚无边的宇宙里也只能算个中型选手。有一个名为 ESO 30617的超巨椭圆星系，直径大约能到100万光年，差不多比银河系大了9倍多。它因能释放强大的 X 射线而成为 Abell 3571星系团里最耀眼的一分子。它的周围包裹着广袤的暗物质和炽热气体，看上去十分孤单。
但这恰恰是件好事。有种假说认为 ESO 30617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它曾经吃掉了所有能碰到的小伙伴。幸好我们不在它附近，否则很可能被它轻而易举地并吞。可想而知，这么个大家伙里头，行星数多到难以想象。谁也不知道那儿究竟有没有文明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更感激自己能待在银河系里，暂时不用担心被如此巨兽吞食。看看 ESO 30617，我们就能对宇宙中的弱肉强食有更深刻的体会。说来，我们能活在银河系这片宁静之地，已经是种幸运。相比之下，那些无情吞噬半星系的巨型星系实在让人敬而远之。然而，我们的银河系也不是宇宙中的顶尖大块头，因为还有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它足有5亿多光年的跨度，比 ESO 30617还要庞大近300倍，几乎是银河系的5000倍大。这听起来已是无法想象的数字。可在浩瀚的宇宙里，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或许还算不上最大。宇宙结构一直在向更广阔的层面展开，每走一步都会发现一个更高等级的巨无霸。幸好这种规模的星系团离我们相对遥远，不然要是就在银河系门口，说不定我们也难逃被并吞的命运。但正因为它距离够远，我们才能安稳地观测和研究它，试着去理解宇宙如何在大尺度上形成各种团块宇宙。每一次新测绘都让我们进一步看见一层又一层的宇宙之网。接下来我们得聊聊所谓的巨型空洞，这是一种极其宽广却几乎没有星系分布的地方。在猎犬座区域就存在这么一个巨大空洞，据说它的直径可能高达13亿光年，那几乎是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的2倍还多，也比银河系大上1万多倍。在揭示宇宙最大天体之前，让我们先从小小的地球说起，然后一路看向那些宏伟到令人头皮发麻的结构。地球只是我们的参考起点，让我们体会到自己有多么渺小。人类常常把目光局限在周遭，其实宇宙的层级远远超出任何想象。从地球放眼到太阳系，再走向银河系和超星系团，直到跨越这些大空洞，都能让我们明白，宇宙并不是简单的堆叠，而是复杂而壮丽的多层次网络。我们只是在第一层就已经被无限的奥秘所震撼。我们先从地球这颗小行星开始，然后依次看到木星 WASP-12b， 还有那个惊人的 HD100546b， 再往外就会遇到太阳和比太阳更巨大的大犬座 VY， 以及史蒂文森218这样的红超巨星。接着你还能看见像 Phoenix A 这样超恐怖的黑洞，或是蜘蛛星云 NGC262、Halo Cloud 等庞大星云。随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以及更难以想象的巨型空洞。可别忘了，真正堪称宇宙之王的恐怕是5天北冕座长城。据说它的长度超过了100亿光年，比刚刚提到的那些空洞还要大好几倍，比银河系更是大上数万倍。就连蜘蛛星云对它来说都不过是小得可怜的碎片，要是把地球跟它比，差距大到我们的语言都难以形容。然而人类越是去丈量，就越发现宇宙可能没有止境。在这片永恒的黑暗海洋里，5仙北冕座长城或许也只是更大拼图的一部分。我们总以为见到了最大，其实还有更深的神秘在前方等着我们探究。即便5仙北冕座长城看起来已是宇宙中无法超越的规模，一些物理学家依然对它有所质疑。他们担心，若总把最大天体挂在嘴边，或许会让大众对科学产生误解，甚至会开始怀疑基本的物理学是否可靠。不过，大多数科学家还是倾向相信，这类庞大结构并非独一无二。宇宙里很可能还存在其他类似的超大长城，这就带出了一个更具有想象力的概念——多元宇宙。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我们可能并不是唯一的世界。有时，越是了解大尺度宇宙，就越会生出
我们是不是只是某个更大体系里的小零件？这种怀疑，多元宇宙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主题，也逐渐在学术圈里被严肃讨论。或许我们只见到了冰山的一角，剩下的绝大部分还隐藏在宏大的宇宙帷幕之后。我们如今的科技能让我们透过望远镜看到距地球大约460亿光年以外的景象，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看不到宇宙的尽头。有些科学家认为，在我们可观测的范围之外，或许还散布着无数平行的宇宙。这些不可见的世界，就像照在另一层维度之中，远超我们望远镜的极限。像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宇宙学家邓鹤龄就提出，宇宙的膨胀并不是同时在所有地方结束，有的区域膨胀先停止，而有的区域还持续进行。所以，当我们所在的这块时空停止膨胀时，别的时空也许还没结束他们的膨胀派对，于是就可能衍生出更多的新宇宙。根据 NASA 对宇宙膨胀的定义，我们的宇宙在大爆炸后经历了极其短暂却极端迅猛的膨胀，从一个微小浓缩点扩张成如今难以想象的广阔空间。如果这种分区域膨胀到现在还没彻底停下，那就意味着不断有新泡泡从旧泡泡里分离，成为彼此独立的宇宙。而且这些宇宙的物理定律和粒子形式还可能与我们截然不同。这样的想象或许听起来疯狂，却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越想越令人着迷，也让我们再次感叹人类认知的有限。专家强调，宇宙膨胀往往不会在同一个时间点里与所有区域统一停止。当我们这一块停止后，别的时空还在继续。久而久之，每个区域都可能发展成自己的宇宙，形成所谓的永恒膨胀。这些新宇宙拥有各自的物理规则，甚至会生成迥异的粒子。有些理论家想象，每一个宇宙就像一个高维度的球体，彼此触碰又彼此分离，数量多到惊人。这样的图景超出了常规直觉，却又让人惊喜地看到无穷的可能性。假如这些宇宙当中，有的宇宙恒星寿命更短，根本无法形成星系，也就无从衍生出复杂生命。也有的宇宙也许恰好跟我们相似，甚至在某些部分出现另一个你我。这些假说虽然还缺乏实证支持，却从数学与物理推演中看起来相当合理。多元宇宙或许正是解开很多宇宙谜题的关键。其实，早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就已经提出过类似无穷世界的概念。尽管缺少直接证据，现代宇宙学家仍对多元宇宙抱有浓厚兴趣。Blue Marble Space 科学研究所的麦考伦·桑多拉就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宇宙中的一些特点实在太巧合了，像恒星能维持足够长寿命，碳元素能稳定形成各种分子，加上光合作用所需的光照条件，一切都刚刚好，就好像这个宇宙被调试成适合生命生存的黄金配方，让人不禁怀疑这不是碰巧，而是无数宇宙里恰好有一个像这样。换言之，如果真有很多平行宇宙，或许就能解释我们这个宇宙为何如此适宜生命。在很多科学家心里，多元宇宙提供了一种大数定律般的思路。当有足够多的宇宙被创造，总会出现一个具备所有条件的幸运儿。不过，这背后仍需更扎实的观测与实验来佐证。我们或许正站在发现新世界的大门口，也可能注定只能当个猜想的见证人。简单说，我们如今所身处的宇宙存在太多刚好合适的要素，让生命能出现并延续。这些巧合某种程度上反而让人怀疑，这么多因素凑在一起，究竟是不是纯粹偶然？如果真的有无数平行宇宙，那么这些条件极有可能在其中某些宇宙里再次满足。于是就有学者推断，在多元宇宙内部，不同的平行世界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惊人的相似度，甚至说，在某些邻居世界里也会演化出跟我们类似的人类，只是细节略有差别。这就像在一间藏满镜子的房子里，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谁能保证在浩瀚无边的多元宇宙里，没有其他我们正在做着相似或者截然不同的抉择呢？如果多元宇宙真的就是最大层次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就像电影《瞬息全宇宙》那样，女主角在无数平行世界里都拥有不同的人生版本。每当她做出某个决定，就会生出一个全新的分身。或许我们也在不断制造新的分叉。你看，当你轻轻点了赞，也许就在茫茫时空里诞生了另一个庞大的世界。在那里，同一个你正在观看这支视频。多元宇宙是浪漫的想象，更可能是某种未被证实的事实。这给了我们无限的好奇，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自己到底是宇宙的中心，还是无边舞台上的微小旁观者。无论真相如何，只要有探究的欲望，人类就会不断拓展边界。或许我们的所有选择都在不同世界里开花结果。这样的念头听上去真有几分魔力。那么，你觉得多元宇宙真的存在吗？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想法，也别忘记按下赞和订阅有趣最 top，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更多未知。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或许下一次见面时，另一条平行时空里的你也在注视着同样的画面。这样奇妙的可能性，正是宇宙最迷人的地方。每一声提问都可能是开启新世界的钥匙。如果真有无限多个平行世界，希望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